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真的是让我感慨万千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小文，是个地道的北京姑娘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材生，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担任产品经理，年薪50万以上，妥妥的精英女性。小文长得还挺漂亮，身高1.65米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属于那种知性优雅型的美女。按理说，像小文这样的条件，在北京找个门当户对的对象应该不难。可是你们猜怎么着？她却阴差阳错地嫁到了台湾的乡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慢慢道来，故事要从2年前说起。那时候，小文因为公司业务需要，被派到台北出差1个月。在台北的一次业内交流会上，她认识了来自台南的阿正。阿正比小文大3岁，台湾成功大学毕业，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做技术主管。你好，我是陈正豪，你可以叫我阿正。初次见面，阿正主动伸出了手。你好，我是林小文，来自北京。小文礼貌地回应。就这样，2个人在会场聊了起来，发现彼此都对人工智能很有兴趣，相谈甚欢。会后，阿正主动请小文吃饭，带她品尝正宗的台湾美食。哇塞，这个卤肉饭也太好吃了吧！小文尝了一口就被征服了。那当然啊，这可是我阿公开的老店，传了3代了呢。阿正自豪地说。聊着聊着，小文才知道，阿正虽然在台北工作，但他的家其实在台南的一个小乡镇，家里有一大片果园，种的凤梨和芒果在当地很有名气。阿正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住在那里，他每个月都会回去看望家人。听到这里，小文有点惊讶。哇，原来你是有家业的公子哥啊！我还以为你只是个普通上班族呢。阿正笑了笑，哪里，就是普通农家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反而是你，清华毕业，在大陆的互联网大厂工作，才是真正的精英。就这样，2个人你来我往，相谈甚欢。出差期间，阿正成了小文的导游，带他逛了夜市，爬了阳明山，去了九份和淡水，甚至还特意请了2天假，带他去了垦丁。1个月的时间，2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。出差结束后，小文回到北京，2个人开始了跨海峡的网恋。每天视频通话是必不可少的，有时候聊到深夜，小文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阿正还在那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台南的风土人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后院那棵芒果树已经有50多年了，结的芒果特别甜，我小时候最喜欢爬上去偷吃了。阿正的眼睛里满是回忆的光芒，真好啊！我从小在北京长大，住的都是高楼大厦，从来没见过果园，更别说爬树摘果子了。小文有点羡慕地说。半年后，阿正跟小文提出了见家长的想法，这一下子把小文吓得不轻。这么快就见家长？我们才认识半年啊！小文有点慌张。在台湾，交往到一定程度，见家长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想让你看看我的家乡，也让我的家人认识你，阿正认真地说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小文最终答应了阿正的邀请，决定在春节假期去台南看望阿正的家人。可是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父母时，家里立刻炸了锅。你疯了吗？认识才半年的台湾男人就要去见家长？小文的爸爸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大陆女孩被骗到台湾当2房当小三的？妈妈也一脸担忧地说，台湾那么穷，你去了肯定吃不消。两岸的文化差异那么大，你们怎么可能长久？8成是看上你的钱了。小文的父母把所有能想到的反对理由都搬了出来，但小文却不以为然。爸妈，你们对台湾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吧？台湾的经济其实很发达，人均收入不比北京低。阿正家里有果园，生活条件很好，根本不需要图我什么。再说了，我们只是见个面，又不是马上结婚。就这样，在小文的坚持下，他独自一人飞到了台湾。阿正亲自到机场接他，然后带他回到台南老家。阿正的家在台南的一个叫做青山的小乡镇，离台南市区开车大约40分钟。当小文第一次看到阿正家时，他惊呆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普通农家？小文瞪大了眼睛。阿正家是一栋2层的日式风格老宅，前面有一个精致的小花园，后面则是一大片果园。
屋子虽然有些年头了，但保养得很好，处处透着质朴但精致的气息。我阿公当年是做水果批发生意的，家里条件还可以，这房子是60年代建的。阿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。走进屋子，小文更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。客厅里陈设简单但精致，墙上挂着几幅书法和国画，角落里还有一架古色古香的钢琴。那是我妈妈的，她年轻时是学音乐的，阿正解释道。接下来，小文见到了阿正的父母和祖父母。令小文意外的是，阿正的父母非常热情友好，完全没有他想象中的保守和排外。小文啊，阿正常在视频里提起你，说你聪明漂亮，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。阿正的妈妈亲切地拉着小文的手说，来来来，尝尝这个凤梨酥，是我自己做的，用的是我们自家果园的凤梨。阿正的妈妈不停地往小文碗里夹菜。晚饭是一桌丰盛的台湾家常菜，有卤肉饭、三杯鸡、炒空心菜、蚵仔煎等等。小文吃得津津有味，不停地称赞，阿姨，您的手艺太好了。这卤肉饭比我在台北吃的还要香，小文由衷的赞叹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们陈家祖传的秘方，阿正的妈妈得意地说。吃完饭，阿正的爸爸拿出了珍藏多年的高粱酒，和小文的爸爸视频通话，两个人隔着屏幕干杯，气氛其乐融融。林先生，你女儿很优秀，我们很喜欢她。你放心，只要她来台湾，我们一定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。阿正的爸爸真诚地说。这一番话让视频那头的小文爸爸有些动容，态度也软化了不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文在阿正家度过了愉快的时光。他跟着阿正在果园里摘水果，跟阿正妈妈学做台湾小吃，跟阿正爸爸下围棋，甚至还跟阿正的祖父母学说台语。台南的乡村生活平静而美好，与北京的快节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小文竟然有点喜欢上这种生活了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当阿正向小文求婚，并提出让他搬到台湾来生活时，两边的家人又都炸了锅。不行，小文在北京有很好的工作和前途，怎么能放弃到台湾农村去？小文的父母坚决反对。阿正啊，大陆和台湾的文化差异太大了，你们结婚后肯定会有很多摩擦。阿正的父母虽然喜欢小文，但也担心两人的未来。再说了，台湾人和大陆人通婚很复杂，涉及到户籍、医保、养老等各种问题，你们考虑清楚了吗？面对两边家人的反对，小文和阿正陷入了痛苦的挣扎。他们深爱着对方，但又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。更让小文担心的是，他听说过不少大陆女孩嫁到台湾后的悲惨遭遇，有的被婆家当佣人使唤，有的被丈夫欺骗是二婚，有的甚至被骗去当小老婆。尽管他相信阿正不是这样的人，但内心还是有一丝忐忑。阿正，我需要再考虑一下。小文最终这样告诉阿正。回到北京后，小文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中。一方面，他喜欢阿正，也喜欢上了台南的乡村生活。另一方面，他不舍得放弃在北京的事业，也担心两地文化差异会成为他们婚后的绊脚石。丽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小文找到了我，向我倾诉她的烦恼。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婚恋经验的红娘，我见过太多两岸婚姻的案例，有成功的，也有失败的。我仔细分析了小文和阿正的情况，给他提了以下几点建议。第一，两岸确实存在文化差异，但差异并不一定是坏事，关键是看双方能否互相理解和包容。第二，关于经济条件，虽然台湾的平均工资比大陆低，但生活质量并不差，尤其是像阿正家这样有家业的，生活水平其实很高。第三，你可以先不急着做决定，可以尝试在台湾生活一段时间，看看自己是否能适应那里的生活和文化。第四，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你完全可以在台湾远程工作，或者自己创业，不一定要放弃事业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婚姻的关键在于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，彼此信任。如果这一点确定了，其他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。听了我的建议，小文决定再给这段感情一次机会。他向公司申请了3个月的远程工作，打算先去台湾住一段时间，亲身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，再做最终决定。阿正对小文的决定非常支持。他在台南市区租了一套公寓，方便小文远程工作，
同时也经常带他回乡下的老家住几天，让他慢慢融入台湾的生活。就这样，小文开始了他的台湾体验之旅。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容易，他需要适应台湾的方言、饮食习惯、生活节奏，甚至连使用的手机应用都不一样。比如在大陆用微信支付，到了台湾要换成 Line Pay。大陆用抖音刷视频，台湾则是用 TikTok。天啊，这边的简体字版本应用那么少，我连自己常用的软件都找不到替代品。小文一开始经常抱怨，没事，慢慢来，我教你用台湾的 App。阿正总是耐心地安慰他。除了这些小事，小文和阿正还面临着一些更深层次的文化差异。比如在大陆，年轻人可以直呼长辈的名字，而在台湾称呼长辈非常讲究，必须按照辈分叫阿姨、阿叔，甚至更复杂的称谓等等。所以我应该叫阿正的表哥的妻子什么表嫂还是表姐？小文经常被台湾复杂的亲戚称呼搞得一头雾水。表嫂就对了，因为是嫁到我们家的，阿正笑着解释。还有，台湾人做事情的节奏普遍比较慢，讲究慢工出细活，这与大陆尤其是北京的快节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小文曾经为此闹过不少笑话。哎呀，这家店服务也太慢了吧，我的珍珠奶茶都等了15分钟了还没来。小文有一次在夜市排队买饮料时忍不住抱怨，小文啊，台湾这边做每一杯珍珠奶茶都是现点现做的，珍珠也是刚煮好的，当然要等一下咯。阿正耐心地解释，你们北京可能习惯了快速出餐，但台湾人更注重品质和过程。小文慢慢发现，台湾的这种慢生活其实有它的好处，人们不那么匆忙，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的细节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温暖和谐。我觉得台湾人好热情啊，走在路上遇到不认识的人都会互相微笑点头，超市收银员会跟你聊天，公车司机会亲切地叫你小姐。在北京，大家都行色匆匆，很少有这种温暖的互动。小文感慨道。阿正的家人也对小文非常包容。阿正的妈妈知道小文不会做台湾菜，特意每周抽时间教他做几道家常菜。阿正的爸爸发现小文对园艺有兴趣，就手把手教他如何照料果树。就连阿正的祖父母也常常坐在院子里，耐心地教小文说台语。小文啊，你的台语进步很多哦，再过一阵子，保证没人看得出你是大陆来的。阿正的祖父拍着小文的肩膀，欣慰地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文逐渐爱上了台南的乡村生活。清晨，他会跟着阿正的妈妈去菜市场买新鲜的蔬果；上午，他远程处理北京公司的工作；下午，他会在果园里帮忙，或者跟阿正骑着机车去附近的小镇闲逛。晚上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丰盛的晚餐，聊着一天的见闻。我感觉我现在的生活像是在度假一样，每天都很充实，但又不会太累。小文在视频电话里对我说，比起北京那种起早贪黑、挤地铁、熬夜加班的生活，这里简直是天堂。当然，适应新环境并非一帆风顺。小文也遇到了不少困难，比如语言障碍、思乡情绪、工作时差等问题。最让他头疼的是，台湾的网络环境与大陆不同，一些他常用的网站和应用在台湾无法正常访问，这给他的远程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。真是气死我了！每次开视频会议都要用转换软件，还经常卡顿、掉线，我都想摔电脑了。小文有一次在家里发了脾气，阿正二话不说，立刻出门买了一套网络加速器，并且帮小文设置好了所有需要的软件和工具。我知道你为了我放弃了很多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让你在这里生活的舒适。阿正认真地说，这样的体贴和理解让小文感动不已。他发现，虽然两岸存在文化差异，但只要彼此包容和理解，这些差异不仅不是问题，反而成了他们感情的调味剂。3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小文不仅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还爱上了这里的一切。他决定辞去北京的工作，正式移居台湾与阿正在一起。当然，这个决定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家庭争论。你疯了吗？放弃北京的高薪工作去台湾乡下，你将来会后悔的。小文的父母再次极力反对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是人生不只是高薪工作和大城市生活。在台湾，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和归属感。
阿正和他的家人都非常爱我，尊重我。我在这里可以工作，也可以生活，还能追求我的兴趣爱好。小文坚定地说。看到女儿如此坚决，小文的父母最终无奈地同意了。只要你幸福，我们就支持你。但是如果你在那边受了委屈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随时可以回家。小文的妈妈红着眼睛说。就这样，小文和阿正正式在台南举行了婚礼。婚礼上，两家人和和美美地坐在一起，共同见证了这对跨海峡恋人的幸福时刻。婚后，小文彻底融入了台南的生活。他在镇上开了一家果茶店，主打使用阿正家果园的水果制作的各种特色饮品，生意红红火火。现在，小文的台湾生活已经3个多月了。上周，他的父母来台湾探望他，看到女儿的变化，两位老人简直惊呆了。曾经那个穿着职业套装、踩着高跟鞋、匆匆忙忙的都市白领，如今变成了一个穿着舒适的亚麻长裙，戴着草帽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的乡村姑娘。她的皮肤变得更加健康有光泽，整个人也显得更加放松和自在。妈妈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凤梨酥，阿正妈妈教我的配方，我加了一点自己的创新，你尝尝看。小文自豪地将一盒精致的凤梨酥递给妈妈。这真的是你做的？小文妈妈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竟然会做这么精细的点心。要知道，在北京的时候，小文连最基本的炒菜都不会。当然是我做的啦，我现在什么都会做了呢。红烧肉、三杯鸡、卤肉饭、蚵仔煎，你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做给你吃。小文骄傲地说。更让小文父母惊讶的是，女儿竟然会说一口流利的台语。阿母，这个茶几好看哦，阿正姐姐送我的。小文用台语跟妈妈介绍家里的新家具。天哪，你这台语说的比台湾人还像台湾人。小文妈妈惊叹道。就是嘛，现在我们镇上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台北人呢，根本看不出我是大陆来的。小文得意地说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小文带着父母参观了他和阿正的果茶店，带他们去果园摘水果，还带他们去海边看日落。小文父母亲眼见证了女儿在台湾的幸福生活，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。女儿，妈妈必须承认，你的选择是对的。看到你现在这么幸福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临走前，小文妈妈紧紧地抱住女儿说。送走父母后，小文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，看着远处的果园和山景，心里满是幸福和满足。阿正从身后抱住他，温柔地问，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3个月前我还在北京的写字楼里加班加点，每天都为了项目进度焦头烂额。现在看看我住在这么美的地方，有爱我的家人，还有自己的小店，我真的太幸福了。小文靠在阿正的怀里，幸福地说。这就是小文的故事，从大陆大城市的高材生，到台湾乡下的幸福媳妇，她的转变让很多人惊讶，也让很多人羡慕。其实两岸婚姻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，只要双方真心相爱，彼此尊重，加上一点点的理解和包容，跨越海峡的爱情也能开花结果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每一段两岸婚姻都会这么顺利，确实有一些案例是不成功的，主要原因包括一、文化差异没有得到足够重视。大陆和台湾虽然同根同源，但几十年的分隔确实造成了不小的文化差异，包括生活习惯、价值观念、交际方式等。如果双方没有足够的了解和包容，很容易产生摩擦。二、经济期望不匹配。有些大陆女孩嫁到台湾，幻想着台湾遍地是黄金，结果发现台湾的生活水平其实跟大陆的1线城市差不多，甚至有些地方不如大陆发达，因此产生失落感。三、家庭压力过大。两岸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模式和期望值可能有很大不同，如果不能很好的处理家庭关系，很容易陷入两难境地。四、社会融入困难，到了新环境，需要重新建立社交圈，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。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和艰难，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。但是小文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用心经营，两岸婚姻完全可以幸福美满。他的成功之道在于：一、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家庭情况，不带偏见和刻板印象；二、抱着开放包容的心态，积极适应新环境，学习当地的语言和习俗；三、与对方家人建立良好关系，
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。4. 保持独立自主的个性，在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事业和兴趣。5. 定期与原生家庭保持联系，让父母放心，也缓解自己的思乡之情。小文和阿正的故事打破了很多人对两岸婚姻的误解和偏见。台湾不是贫穷落后的地方，相反，它有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生活品质。大陆女孩嫁到台湾也不是去当二房或佣人，而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和价值。现在，小文和阿珍的果茶店已经成了当地的网红店，不少游客专程来品尝她创新的果茶。小文还在闲暇时间学习了园艺和手工艺，她亲手制作的果酱和手工皂也很受欢迎。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台湾生活，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。从大城市到乡下，从职场精英到果茶店老板娘，这一路走来，我感受到的是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可能性。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幸福也不只有一种定义。小文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这样写道，这句话足以概括他3个月来的巨大转变。从外表到内心，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，小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这些变化不是被迫的，而是他主动拥抱的。他选择了一种不一样的人生，也收获了不一样的幸福。我相信，对于那些正在考虑两岸婚姻的年轻人来说，小文的故事会给他们很大的启发和勇气。跨越海峡的爱情，困难重重，但也美丽动人。只要双方真心相爱，互相尊重，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次再见。